中美高层突然会晤，向世界传递了哪些信息呢？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据新华社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进行了会面。这次会面突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保密性极高，非常的突然。大家知道，最近几个月中美之间的关系陷入了一种僵局，特别是美国方面不断的请求来华访问，但是都被我们拒绝了。比如说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多次请求来华访问，但是呢我们都没有答应。而这次中美高层突然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进行了会面，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虽然没有见面，但是沟通的渠道没有断也没有停。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中国还是给美国留有面子，给他留有余地的。当然呢，这次会晤也是让世界各大媒体，特别是让中美两国之间的媒体打了个措手不及，保密性太高了。这种保密性极高呢，也说明一个问题：中美两国这一次的会晤是极其的重要，事件也是极其的重大，所以不便让其他方面对这次会晤进行干扰，因此呢做的比较保密。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一次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会晤的时间之长，可以说是中美两国高层会晤史上的一个之最。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会晤时间跨过了2天的时间，总时长超过了10个小时。从会晤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分析中美两国要谈的事情非常的多，非常的重大，也是美国方面抓住了这次机会，把心里想说的话一一的娓娓的道来，让中国听。当然呢，中国也把自己心里边的话，也把自己的立场观点非常鲜明的告诉了美国的高层。所以中美两国高层之间的会晤时间这么长，说明了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许许多多有争议的问题要亮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中美高层会晤需要谈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广泛。第一个要谈的问题呢，我想的话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就是台海问题。大家知道，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向前发展的最大的拦路石，也是拦路虎。那么台湾地方政府，也就是蔡英文政府，为什么跳得那么高？他的台独的言论、台独的行动这么的猖狂，包括佩洛西串台，包括蔡英文串美等等，都是美国在背后支持纵容着台湾，背后给蔡英文撑腰打气，让蔡英文的脑袋极度的膨胀。所以说在台湾问题上，蔡英文一直在悬崖边上走钢丝，一直在做出一些冒险的举动。所以说蔡英文地方政府的一些行动、一些做法和美国是分不开的。我想呢，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对这个问题应当是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并且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观点和态度。任何问题可以谈，台湾回归大陆、回归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道路，中国是坚决的，是彻底的，是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和干扰的。第二个问题呢，我想的话肯定对贸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坦诚的对话。大家知道，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在贸易上对中国极力的进行打压限制，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的产业上，在一些经贸的往来上，美国给中国定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在贸易上进行极限的施压，做出了许多过格的行为。大家知道，中国在贸易往来上，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上，中国是完全遵守国际规则，遵守 WTO 的一些所有的规定。那么美国提出来的一些无理的要求，对中国突然的进行一些打压，都是美国霸凌霸道的体现。这次王毅主任和沙利文助理这些问题应当是谈清楚了，应当是把中方的立场观点
和自己的一些做法向沙利文助理一一的进行了阐明。那我想的话，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刚才讲了台海问题，那么还有南海问题，还有中朝的问题，还有中印边境的问题。美国这几年，特别是这几个月，美国做了哪些事情，他是心知肚明的。比如说，他拉着越南、拉着菲律宾，不但在中国的周边进行挑衅性的演习，还要建基地，他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还有美国拉着日本、韩国，在中国的周边耀武扬威，目的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拉着美国在亚洲这些走狗或者叫招摇，制造一些混乱，牵扯中国的精力，遏制中国的发展等等，这都是美国在里边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个方面给美国要严正的亮明我们的态度，亮明我们的立场。美国如果继续这样在中国的周边进行挑衅，进行祸乱亚洲，那么中国也是不会答应的。中国有能力有决心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在亚洲地区的这些围堵。第四个问题肯定要谈到俄乌冲突的问题。俄乌冲突是本世纪在欧洲最大的陆地之战，受伤的、受害的除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外，那么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以及美国都逃脱不了干系，都逃脱不了战争给他们带来的阴影，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美国金融机构它的银行的倒闭，包括欧洲像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的物价上涨，期货价格的跳水，以及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还有导致的社会问题，像国内的暴乱、骚乱、冲突不断等等，都是因为俄乌冲突而引发的一些影响造成的。所以呢，俄乌冲突如何解决？中国给出了和平的解决方案，目前呢已经得到了俄罗斯方面和乌克兰方面的认可。下一步只要美国积极的向前推动这件事情，那么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曙光就会看到。